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可能怀孕真的会让人变得脆弱吧，尤其是宝宝迫不及待地提前2周到来。我的父母此刻远在另一座城市，无法立刻赶到我的身边。这一系列的突发状况让我心中充满了不安。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眼中闪烁着泪光，声音带着祈求：你不要离开，陪在我身边好吗？我真的好害怕。江燕的眼眶也微微泛起了红。好，我会陪着你的。他用力地握住我的手，手心里满是汗水，这让我原本慌乱的心稍微安定了些。然而被冷落的江婉梅却突然大声尖叫起来：你没看到我也受伤了吗？江燕，我要马上去3甲医院拍片子检查。3甲医院距离这里有30多公里，在场的护士都愣住了，其中一位忍不住开口：产妇的家属，她现在可是即将分娩的关键时刻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呢？生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江婉梅抬起头，眉头紧锁。我又不是没生过孩子，现在不也好好的？难道就她一个女人会生孩子？说完，他又激动地转向江燕：江燕，你说句话呀！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我接到你的电话就连夜赶过来，而你呢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还比不上一个外人重要？护士们听到这话都有些尴尬，而我也感到五味杂陈。于是我小声地问江燕，她打算怎么办？江燕松开我的手，犹豫了一下说：我姐她受伤了，我不能对她置之不理。可是我陪你进产房也没用啊，我又不是医生。我简直要被气笑了，同时又感到彻骨的寒冷，身体不自主地颤抖。没等我和她争辩，我就被护士匆匆推进了产房。分娩的痛苦就像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噩梦，那种经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有第2次。原本计划是顺产，但经过8个小时的挣扎，孩子还是没有出生。在那漫长的过程中，我连发出声音的力气都没有了，饥饿和干渴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备受煎熬。那一刻，我又屈辱又无助。最后，我被拉去剖宫产。从产房出来时，门外全是陌生人，护士都忍不住发火。产妇家属呢？心真大，竟然把产妇一个人丢在这。我默然的一言不发。终于，下午时分，我爸妈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赶了过来，看到我孤零零躺在病床上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我再也按捺不住，躺在妈妈怀里嚎啕大哭。整整10个小时，江燕问都没问我一句，一个电话也没打过。而与此同时，江婉英在朋友圈发状态：弟弟是姐姐的盔甲，配图是右脚打石膏，江燕正弯腰帮他穿鞋子。那耀武扬威的挑衅语气让我气得手哆嗦。既然他们姐弟情深，那我还插足中间干嘛呢？我没那么不识趣。我要离婚这件事，我爸妈全力支持。其实最初我妈就反对我们结婚，她说江燕性格太窝囊，家境也不好。那时我不理解，还觉得那是优点，总比有些男的家暴出轨好吧。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没有最烂，只有更烂。我本来想直接给他发消息离婚，我妈比我沉得住气，让我先看看他们什么态度。老婆生孩子，当老公的跑去陪姐姐，这种事情闻所未闻。可没想到的，这一等就是3天，我都能出院了。江燕才姗姗来迟，而且一张嘴就问我姐做手术，你连问都不知道问一句，你真没把她当成亲姐姐吗？说完这话，他才看到我爸妈，脸色顿时变了变。爸妈，你们来了呀！
平日总笑眯眯的我爸摆着冷脸：“谁是你爸？你都干了什么事？我女儿给你生孩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还是个人吗？”我妈则是给我端茶掖被，看都没看她一眼。江燕涨红了脸，不敢出声。江婉梅却不乐意：“你怎么能这骂人？难道让她放着姐姐不管去管你女儿？难道全天下姐姐等弟弟结婚之后要去死才能让人满意吗？那我就去死好了。”说完立刻摆出的娇弱不堪，可怜兮兮看着江燕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不敢相信她能查成这样。想死就去死啊！我气笑了，干脆豁出去对她。没见过谁家大姑姐这么会拈风吃醋。他是你弟还是你老公？你自己没老公吗？实在不行，你把你弟也收回去当老公好了。病房还有其他人。闻言也不由得笑。就在委屈被发泄出来，我感到畅快的那一刻，江燕抓住机会冲过来，掐住脖子给了我一巴掌：“让你欺负我姐，我让你欺负我姐。”我本来才做完手术，行动不便，自然没躲过这一巴掌。身边爸妈愣住，下一刻暴怒着扑过去，和江燕扭打在一起，2打1。江燕很快脸上挂了彩：“别打我弟弟！”江婉梅急坏了，冲过去抓住我妈头发，狠狠一拽，我妈脚下打滑，摔倒石头正好磕在床沿上，闷哼一声晕了过去。妈，我要疯了！踉跄跌下床，撕裂的伤口让我痛得头皮发麻。小宝宝在我床边哇哇大哭，病房其他人也看不下去，纷纷过去拉停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医生来了，警察也来了。直到这时，江燕姐弟俩才知道害怕。什么垃圾玩意！姐姐不像姐姐，弟弟不像弟弟，恶心至极。爸爸看着两人，怒不可遏，眼底极尽嘲讽和不屑。天下怎么有你这种当姐的，还长姐如母呢？你也知道你如母，不是如老婆吧？一把年纪跟弟媳妇争宠，争到产房门口，脸都不要了。江婉梅被说抬不起头，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上来，求救似的望着江燕：“这不关我姐的事。”江燕当即道：“我不像小曼，父母双全，我就一个姐，我当然要管着她。”一听这话，我爸又怒了：“那你结婚干什么？你跟你姐过一辈子不就完了？”我忍着伤口疼，哄着怀里的小宝宝，心底愤恨又自责，一边担心送去抢救室的妈妈，边恨江燕。闻言立即冷冷地说：“江燕，我们离婚吧，我受够了。”江燕不可置信：“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你要和我离婚？这是小事吗？”我心里气得呕血：“离就离，离了你还不能过了呀？”江婉梅面露喜色，立刻道：“不行，不能离婚。”江燕却一下子软了，开始不停哭着道歉，一会说孩子还小，离婚对孩子不好，一会检讨自己所作所为，还不停地抽自己巴掌，一声比一声清脆响亮。后悔了，可惜晚了。我气得发狠地看着他痛哭泪流。我不但要离婚，而且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月子之仇不共戴天。我拼死给他生了个孩子，他回报我的却是没完没了的偏袒姐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们腻歪个够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算是撕破脸皮，可现实远比想象中更举步维艰。我妈是颅内出血，好在出血量不高，不会影响日后生活，可毕竟是开颅手术，我妈至少要住20天的院，这期间离不开我爸看护，而我不可能在医院坐月子，且我一个人也没法照看宝宝。江婉梅姐弟俩趁此机会一再道歉并承诺，最终为了不给我爸妈再添麻烦，我只能暂时捏着鼻子回家里坐月子。可我没想到，江婉梅安分半天就忍不住作妖了。
刚到家那天，江燕很殷勤的一个人忙得团团转转，先是给宝宝换尿片，又是洗衣服、拖地、哄宝宝睡觉。刚出生几天的婴儿睡不了，正是他起来喂奶哄睡，我还挺感动，至少他对待孩子还算用心。结果第二天，江晚梅来了，一进门满脸心疼地看着江燕。他是男人，要以工作为重，我来同候你坐月子，非要打发江燕去上班。我以为他也要转性了，没想到他转头给我端了青菜汤和米饭，我吃了2口，寡淡的让人吃不下去。他得意洋洋拍照给江燕邀功，我是怕他堵奶耽误宝宝的口粮，特地给他来点清淡的，看我对他多好。他要是能有半点记在心里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坐月子给别人吃青菜汤，我看他是故意给我下马威，想趁机拿捏我。我懒得和他争辩，反手点了外卖。我可不会亏待自己，可我低估了江晚梅的无耻。她拦截了外卖，趁着我给宝宝换尿片，她把外卖直接扔到垃圾桶，然后把早上吃剩的青菜汤热了热给我端上来。我气得立刻指着门让他滚出去。江晚梅眯起眼睛嗤笑，终于不装了，这房子是我弟付的首付，关你什么事情？要滚也应该是你滚，你端什么呢？要不是考虑这个家没人做家务带孩子，你以为江燕不想离婚？我告诉你，你就算生了个儿子，你在他心里也始终没我这个姐姐重要。你不信，等着看他选你还是选我。瞧，我震惊地瞪大眼睛，突然想起了刚和江燕恋爱时，偶然听他说漏嘴，说他姐胆子小，晚上一个人不敢睡觉，非要和他一张床睡。当时我就警铃大作，正常姐弟俩都这个年纪，不该避嫌吗？见他拼命解释是同床不同被，再加上我是独生子女，不太懂亲姐弟怎么相处，又考虑到他姐都结婚有娃了，我就没多耿耿于怀。后来见面相处之后，只觉得他姐有时候语气酸溜溜的，也没其他不正常。再后来，他渐渐的特别黏江燕，我们出去看个电影，他要去；我们去旅游，他也非要去。不让他去，他就寻死觅活。他明明有家庭，有老公，有女儿，却还是离不开江燕似的。难道他心里有什么毛病？想到这，我有点犯恶心，抱着宝宝回了卧室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下午，江燕下班，江晚梅做了一桌子好菜，什么烤鱼、香辣蟹、麻辣小龙虾。我海鲜过敏，口味清淡，这些重口味是江燕的最爱，所以我放下筷子，转头给自己煮了一份泡面。江晚梅垂着头，仿佛遭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吧嗒吧嗒掉起了眼泪。我辛辛苦苦一天，有些人看都不看一眼，看什么看？你不知道我海鲜过敏，你是存心想毒死我。江燕刚想说点什么，宝宝哭了，她顾不上安抚，慌忙起身去给宝宝冲奶。江晚梅顿时一脸失落。妈妈，周一学校表演，老师说要穿裙子。江晚梅5岁的女儿可可小心翼翼地开口，能不能给我买一条裙子？穿什么穿？小小年纪就知道臭美，长大了你要去做站街吗？可可小脸通红，眼里顿时蓄满泪水。谁知江晚梅丝毫不心疼，反而一脸嫌恶，上手去掐她脸蛋。闭嘴！哭什么哭？装得多委屈！大家都是女人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看似在骂可可，更像是指桑骂槐，冲我来的。其实江晚梅条件还行，自己每天花枝招展，漂亮衣服没断过，但可可总是灰头土脸，总穿着很旧的衣服。以前我看不过去，还带可可买了几件新衣服，
结果江晚梅又发神经闹腾，把我买的衣服全扔了，还骂我越俎代庖，想装好人。所以这次我虽然于心不忍，却也不想惹事。等宝宝吃完奶，我就把他抱回卧室哄睡。我被渴醒时，窗外已经黑透了，起来去客厅倒水。次卧断断续续传来江晚梅半撒娇半幽怨的声音：江燕，看着我好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是世界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，我还能害你吗？抱抱我好不好？为什么自从你结婚之后，你越来越忽视我了？当年爸妈死得早，我放弃了上学机会，打工专心供你时，你还记得你说过什么吗？你说永远不会让我受委屈。他强硬地把江燕脑袋往自己胸口压。要知道现在天热，他只穿个吊带，要是只是随便抱一下就算了，可偏偏看到这一幕，我恨不得自戳双目。但是机不可失，我连忙掏出手机录下来。回到卧室后，我是彻底睡不着了，翻来覆去回想他和江燕相处的场景，越想越觉得恐怖。听到江燕推门的脚步声，我立刻闭上眼睛。他还想伸手抱着我睡，被我使劲推开。恶心！后半夜宝宝饿了，我没有使唤他，现在他多碰宝宝一下我都难受，强忍着疼痛和困倦，给宝宝冲奶粉、换尿布，折腾了半个小时，直到天亮，我才隐隐有困意。可宝宝又醒了。江燕见状，连忙爬起来想搭把手，我拦着他，不许他碰。这一幕被一大清早就不请自来的江晚梅看到，立刻气愤道：我弟上班那么辛苦，你天天在家什么都不干，就别给我弟添堵了。见他又来煽风点火，想起昨天晚上那恶心一幕，我没好气道：我添堵还是你添堵？你是来伺候我坐月子的，还是来当婆婆的？你自己没家没老公，他是我弟，这就是我家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就凭我才是这个家合法的女主人。别以为生了儿子就了不起，生了儿子你也是个外人，而我永远是他的姐姐，这个谁也改不了。江晚梅来劲了，梗着脖子，目光灼灼盯着江燕。你说，你是选你姐，还是选这个外人？江燕这个怂货，居然捂着脸哭了起来。姐，求你了，别逼我了，我真的不想离婚，我儿子还这么小，我不想让他没妈妈。傻弟弟，你长得又高又帅，条件这么好，什么女人找不到，非要他？这孩子是我生的，抚养权你想都别想。想跟我江家争孩子，你做梦！你想离婚，现在就可以滚蛋，孩子必须留下，那是我弟弟的种。我抱着宝宝就要走，江晚梅不管不顾，伸手拽我胳膊，导致我抱不稳，宝宝直接摔下来。慌乱之下，我连忙跪下捧着，没伤到宝宝，却让他受到惊吓，哇哇大哭。我吓出一身冷汗，心疼得要命，血红着眼睛嘶吼：江晚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儿子要是碰到伤到，我要你偿命，我要你偿命！最后一个字，我嗓子眼几乎冒血，或许是被我吓住了。江晚梅呆呆地愣在原地，她身旁的可可也吓哭了。妈妈，你不要杀弟弟好不好？我害怕。江晚梅变了脸色，抬手给了可可一巴掌。你个白眼狼，胡说八道什么？眼睛瞎了？是他自己摔得，明明是妈妈扯的。闭嘴！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，给我滚一边去！我浑身站立着，把宝宝抱到一边哄。江燕想过来，我瞪着他吼：滚！犹如护着幼崽的猛兽。弟，我够了！江燕表情痛苦：姐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？你居然选他，为了一个女人，连亲姐你都不要了吗？江晚梅脸色煞白，眼里不可置信又满是委屈。
江燕心虚地挪开视线，不敢去看他。好，我走。江婉梅哭着扭头就跑，完全不管跟在他身后慌乱不安的可可。我收回视线，将宝宝放在婴儿床里，然后开始收拾宝宝用品。你别走！江燕似乎意识到我想做什么，拦住我，并顺势跪在了我面前，哭得可怜兮。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，有一个不完整的家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和你姐的关系呢？我问。相处这么多年，我对江燕不能说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如果她真的能痛改前非，我想离婚后我也是能允许她来探望儿子的。江燕犹豫了下，她毕竟是我姐，从小像母亲一样带我长大，她对我感情很深。我不，江燕有个不甚愉快的童年，我知道这是她的软肋，我也确实因为她悲惨过去而怜惜她。然而事实证明，可怜男人倒霉一辈子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悠悠道：确实，那毕竟是你姐。江燕眼底放光，你愿意为我妥协吗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能理解我。小曼，以后你隐闹了，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。我不动声色躲开他伸过来的手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要请月嫂照顾我。看他忙不迭点头答应，我眼神渐渐冷下去。从前他也这样夹在中间两头哄，可我躺在病床上，他给我的那巴掌让我知道了，他为心永远偏向他姐。他心里很清楚我的处境，非但不体贴我丝毫，反而以此拿捏我，居然还妄想我会为他妥协，简直无耻！这口恶气不出，我就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辛苦前来照顾我却被摔进医院的妈妈。有了月嫂照顾，我恢复得很快。江婉梅安分了2天，又开始往我家跑。看到家里多了个月嫂，有人帮我带娃，有人给我制作精美的月子餐，她顿时破防了，立刻骂我金贵，只知道花他弟的钱，不配当他弟媳妇，更不配当妈。骂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动手想把月嫂赶出去。我没再惯着他，直接报警。你干什么？你报警抓我？呵呵，我倒要看看你以什么理由报警。当然是入室伤人。被警察带走时，他还大言不惭地叫气，这是我弟家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他进来就袭击我的月嫂。我抱着宝宝坐在警察局，认真地重申到江婉梅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们只是有一点家庭矛盾，我请的月嫂没上你家户口本，随意伤人，我记得的是犯法的吧？不接受调解，能让他蹲个15天。陆小曼，我都是为了你们这个家好，你居然想送我坐牢！江婉梅情绪失控，指着我尖叫。我连忙护住宝宝的耳朵，慢条斯理道：首先，请月嫂的钱是我出的；其次，那是我和江燕的家，你无缘无故对我请的月嫂动手，完全不顾及她正抱着我的宝宝，分明是想故意杀人。我哪怕是直接杀了你，顶多只算正当防卫过度，何况我只是报了个警而已。陆小曼，背后传来男人低吼：你在干什么？显然看到他姐受委屈，他又原形毕露了。这个女人袭击我的月嫂和孩子，我挑着眉看她，你说怎么办？江燕却直接走到警察面前，她是我姐，今天的事情都是家务事，完全是误会。她问警察要什么调解书，警察也很无奈，指着我旁边的阿姨说：受害人是她，报案人也是她，是不是家务事不是你说的算。江燕拧着眉，陆小曼，就算我姐对不起你，那也是自家人，你用得着这样吗？我懒得和她掰扯，坚持公事公办。江婉梅当晚就被拘留了。警察局门口，江燕气得咬牙切齿，
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我姐说的果然没错，像你这种人根本没良心，什么都别说了。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成全你，你是过错方，你必须净身出户，孩子留下。看到他这副理直气壮的神态，我真的想笑，同时又感到遍体生寒。从恋爱到现在，我们之间付出几乎是对半，房子他首付，我装修，车子我全款。因为他弱精，为了要这个孩子，我被扎了成百上千针，还历经生育之苦，在鬼门关走了一圈，换来的却是本该最亲密的人指着我鼻子骂我恶毒。正常人能有几个会在媳妇刚生完孩子，闹着一出，曾经甜蜜瞬间还历历在目，如今却显得格外讽刺。我感觉我就像是他们姐弟之间的第三者，怎么都挤不进去，无论做什么都不对。离婚可以，但想让我净身出户，你做梦！丢下这句话，不顾他在背后无能狂怒，转身带着月嫂和宝宝坐上车。因为无家可归，我只能暂住在酒店，就是可怜了宝宝，陪着我颠沛流离。5天后，江婉梅出狱了。当天他就发朋友圈内喊我，外人始终是外人，只有血缘关系才是永远斩不断的，希望你们永远不会。配图是江燕给他剥虾，我呵呵冷笑。许久没动静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聊有人艾特我，我点进去一看，是江燕的大伯江户。江庆，听说你把梅梅送局子里去了，你这样的泼妇，我们江家怎么敢要哦？江庆他老婆，现在的女子真的太不像话了。他前脚发完消息，我后脚直接把那天晚上拍到的视频发群里。我不是的大伯，你们看，是他俩变态。然后艾特全体成员，群里一片寂静过后，炸开了锅。江庆，这是啥呀？梅梅，你抱着你弟干啥呢？江燕她婶婶，亲姐弟长大还是要避嫌的。江庆，对呀，都长大了，还是要注意点。江燕她姑婆，不懂规矩呀，怪不得要闹离婚呢。江婉梅老公，这是什么？江婉梅，你在干什么？下一秒，江燕立刻把家族群给解散了。这不要紧，我直接把视频发朋友圈，虚心求教，请问年过30的姐弟俩这样搂搂抱抱正常吗？我的朋友圈也顿时炸开了锅，不光是他家亲戚那边炸了，我这边的亲朋好友也都纷纷留言毁三观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不紧不慢接了江燕电话，删掉，给我删掉。我不慌不忙，一边喝下午茶，一边淡淡说，我就是好奇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。你急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姐都气哭了，她说她不活了，你赶紧删掉。为什么要删？难道你也知道你和你姐关系不对劲？江燕语塞，只顾着求我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肯放过我姐？离婚？江燕无能狂怒，想离婚可以呀，把孩子还给我。挂电话之前，我听到江婉梅在一旁训斥，早就说你别捧着他，真以为自己是香饽你随便都能找到比他好的，他以后肯定会后悔。不，我呵呵冷笑，事到如今，只怪我识人不清，连累了我爸妈，也连累了我的宝宝。3天后，我妈出院了，我家这边亲戚，大伯、二男、小男，还有3个堂哥也都从老家赶过来为我撑腰，给他们接风的酒店就定在我住的地方。得知我的遭遇，他们都很生气，恨不得现在就冲到江家为我讨回公道。没想到的是，当接风宴结束，我们从包厢走出来时，恰好碰到了江燕和江婉梅从隔壁包厢被赶出来。我姐为你生儿育女，照顾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能抛弃妻女？江婉梅老公走出来，吐着烟灰讥讽，
为我生儿育女，我都不知道女儿是我的还是你的，恶心人的玩意！啪！江婉梅颤抖着冲过去，扇了他一巴掌。你有没有良心？那是你女儿。摸了摸歪过去的脸，男人面色阴沉，那夹着烟的手指指着江婉梅：再敢动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离婚！砰！包厢门被关上，江婉梅哭得伤心，瘫坐在地上。一回头，正好看到了我，她表情瞬间一滞，随即歇斯底里地朝我吼：你满意了？江燕也同仇敌忾：你是来看我姐笑话的吗？我不屑地嗤笑：我有那么闲吗？正好碰到你，也免得我再给你打电话了。明天我们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。对了，房子你首付，归你，装修和家具家电我出的，折算下来30万，你必须还给我。车是我的，我要带走，你没意见吧？我抱着胳膊补充：凭什么？他白吃白住我弟家这么多年，不算钱。江婉梅这个时候还不忘护着弟弟。不等我开口，堂哥站出来推了推镜框，微笑道：协商不成的话，那就让我这个婚姻律师来吧。听说你们关系不正当，我有把握让你弟净身出户。江婉梅吓了一跳，张嘴想说点什么，可半天说不出话。她受教育程度不高，这是她的短板。江燕似乎想说点什么，我大伯一瞪眼睛：真当我们老陆家没人啊？欺负到我们小曼头上，你说呀？我看你想要什么花招，有本事全使出来！江燕立刻熄火，缩了缩脖子，把话咽肚子里去，再也不见那日在病房的雄威。就这窝囊样，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？明天准时到民政局，别迟到。丢下这句话，在江燕怅然若失的表情中，我们消酒离开。次日，江燕没来，我和堂哥亲自上门把她带过来。意识到了这件事再无回转可能，江燕颤抖着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名字，拿着新鲜出炉的离婚证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小曼，真的离了呀？我妈似乎还有些不可置信。这段时间的遭遇对我妈触动也很大，她思想比较传统，总觉得离婚不是件光彩的事情。可经过这次的事情，她也总算是看明白了。我笑着挽住她的胳膊：离了，这种男人不分留着过年啊。我妈叹了口气：离了就好，以后妈给你介绍更好的。好啊，我轻快地应着。经历了这么多糟心事，我总算是苦尽甘来。江燕抱着孩子，依依不舍地把宝宝交给我：小曼，让我再看看宝宝。我皱着眉，有些不耐烦，但还是耐着性子没有催促。以后他会有新的家庭和孩子，而我的宝宝只有我了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当初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如今再看，也只剩下厌恶和不耐烦。小曼，你还会原谅我姐吗？江燕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。我诧异地挑眉：你为什么会觉得我需要原谅你姐？江燕抿了抿唇，神情有些挣扎。她毕竟是我姐。我嗤笑一声，打断她的话：江燕，你不会还以为你和你姐之间只是小小的误会吧？江燕瞪大眼睛看着我，脸上满是不解和茫然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想再多跟她废话，转身抱着宝宝离开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再也回不去。妈妈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宝宝趴在我肩膀上，奶声奶气地问我。我亲了亲他的脸颊，柔声道：妈妈带你去看外公外婆，好不好？好。宝宝高兴地拍着手。我爸妈早就盼着我们回去了，这次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他们也是担心的不行。回到家，看着熟悉又陌生的环境，我感慨万千。这里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，好的坏的都有。
但如今再回过头去看，也只剩下释然。小曼回来了，我妈高兴地迎上来，接过我怀里的宝宝。哎呦，我的大外孙，快让外婆亲亲。我爸也走过来，关切地问我：小曼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我笑着点头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确实，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家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对了，爸，我想把车卖了。我突然想起这件事，以后出行就靠地铁和公交了。我爸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，卖了也好，省心。车子是我全款买的，为了方便出行。但如今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开车反而不方便，而且那辆车也承载了太多不好的回忆，我不想再留着它。很快就有买家联系我，是个爽快人，直接转账提车。我拿着钱，心里说不出的轻松。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的平静日子，我也开始重新找工作。虽然离婚时分到了一笔钱，但坐吃山空总不是长久之计，而且我也想给宝宝更好的生活。就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，意外地遇到了一个老同学，他是我高中的同桌，名叫林月。小曼，真的是你呀！林月激动地跑过来抱住我，好久没见了。我也很高兴能够遇到老同学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我们找了个咖啡厅坐下聊天。原来林月现在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，他听说我正在找工作后，热情地邀请我加入他们公司。我们公司正好缺人，你来吧，待遇很不错的。我有些心动，但也有些犹豫。可是我没有相关经验呢。没关系，公司会有培训的，而且你的学习能力那么强，肯定很快就能上手的。林月鼓励我道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决定尝试一下新领域。果然如林月所说，公司的培训很到位，我也很快就上手了新工作。而且因为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外出考察和学习，所以我也有机会带着宝宝到处走走看看。就这样过去了1年多时间，我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宝宝也健康快乐地成长着，每天都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惊喜。而江燕和她姐姐则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江婉梅的电话：“陆小曼，你快来医院，江燕出事了。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焦急，还带着哭腔。她被人打了，现在在医院抢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还是尽量保持冷静。你们现在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去。虽然和江燕已经离婚了，但毕竟夫妻一场，听到她出事的消息，我还是会担心。而且我也想知道，到底是谁这么狠心，会对她下如此重手。到了医院，我看到江婉梅焦急地等在手术室门口，她的脸上写满了担忧和害怕。小曼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快去看看江燕吧，她流了好多血。说着，她就哭了起来。都怪我不好，如果不是我跟她吵架，她也不会跑出去喝酒，然后被人打成这样了。原来是因为和江婉梅吵架后心情郁闷，所以跑出去喝酒了，然后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小混混，被打了一顿，而且还挺严重，现在还在手术室里抢救，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，而且打他的人还没抓到。我叹了口气，安慰了他几句，便坐在手术室门口等待，心里却是五味杂陈。虽然和江燕已经离婚了，但是看到他这样，我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毕竟曾经深爱过。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，医生走出来，摘下口罩。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我松了口气，连忙道谢。江婉梅也激动得泪流满面，谢谢你医生，谢谢你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小曼，谢谢你还能来看江燕，
别说了，我打断他的话，我只是来看看他怎么样了。毕竟夫妻一场，虽然离婚了，但是也不希望看到他有什么事。而且这件事也让我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可贵，所以要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身边的人。你好好照顾他吧。说完，我便转身离开。走到医院门口时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回头看了一眼江婉梅，只见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手术室门口，身影显得格外落寞和凄凉。我不禁有些感慨，虽然我们之间有着无法化解的矛盾和恩怨，但是此刻看到她这样，我心里也有些不忍。我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了医院。生活还在继续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人和事，过好每一天。几天后，我听说打江燕的人抓到了，是几个小混混，因为看不惯他喝醉酒后的嚣张态度，所以动手打了他。警察已经将他们拘留，并会依法处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波动，或许是因为已经放下了对江燕的感情，所以对她的事情也不再那么关心了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好好反省自己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而我也将继续前行，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。我相信，只要努力，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恋爱7年，结婚3年的老公外面有人了，他在我们的婚房里装上监控摄像头，只为向那个女人证明他不碰我。我在某社交软件刷到一则秀恩爱的帖子，名叫凉拌小番茄的博主晒出一只爱马仕 Birkin，配文先生法国出差给小孕妇带回来的礼物，定位在安庆市最豪华的富人区。评论里清一色羡慕博主家有钱又恩爱，纷纷预约2胎名额。瞧瞧，多么令人艳羡！如果那位先生不是我老公的话，我敲下键盘，娇妻收收位。下一秒，凉拌小番茄置顶了我的恶评，网友立马回复我：大姐，能不能别嫉妒了？网友 B 回复网友：老公点了。我笑嘻嘻，我嫉妒什么？嫉妒小孕妇出门吃宝宝碗回家用宝宝机，还真有人上纲上线管别人怎么称呼自己啊。大妈又出警了，能不能别这么敏感啊？我服了爸爸，你简直和我妈一样莫名其妙。诸如此类的评论瞬间飙升，零星替我说话的言论很快被淹没了。我看了看手边季军去法国带回来的那只 Birkin 高版本的货，切了个号。我给小票和包拍了几张照片，开始发帖。老公在法国买的，感觉不太真。发完帖，顺手买了驻留包。我从容地退出软件。我和季军恋爱7年，结婚3年，他却私下养了个女大学生。半年前，母校举行100年校庆，我和季军作为杰出校友，受邀回母校进行演讲。梁欣欣就是在这时候搭上了他。年轻的女大学生，青春靓丽，活泼可爱，天真着一双杏眼望向季军：学长，刚刚你讲的我有些地方不太懂，可以加你的联系方式帮我解答一下吗？彼时季军仍是我眼中有分寸有边界的完美丈夫，他询问似的看我一眼，我笑着点头允许。没想到这之后，我引以为傲的婚姻大厦会就此崩塌。季军骗人的本事一点也不大，或许是过去10年他太忠诚，以至于任何猫腻都明显十分。一开始是时常对着手机傻笑，却在我靠近时心虚地将手机飞速摁灭。
上班空隙里找我聊天的频率越来越低，还多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可爱表情包。再后来是频繁的出差，以及越来越趋于冷淡的性生活。直到那一日，他忽然找了师傅来我们的卧室里装监控。我疑惑地问为什么，季军轻轻抚摸我的头发，最近不太平，我又不常在家，这样心里踏实一些。再说，出差晚上可以随时从监控里看看你。当天晚上洗澡时，季军将手机落在浴室外，他的屏幕亮了起来，弹出一条微信消息通知。以往我从不窥探他手机里的隐私，可他最近的反常却让我实在忍不住想探究一二。密码依旧是我的生日。手机跳转到微信聊天框，我蓦然瞪大了眼。监控装好了，聊天框里只有这一条突兀的信息。紧接着第二条消息也弹出来：季军，你不许碰他，你听见没有？备注是小梁。我向上滑动，二人过往聊天记录却被删得干干净净。至此，我恍然大悟，季军背叛了我们的10年感情，因为梁欣欣，甚至要在我和他婚房里装上监控，以此向梁欣欣证明他不碰我。我删了梁欣欣的消息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现，又庆幸卧室里的监控还没投入使用，整理好心情。我甚至在季军洗完澡出来时送上一个甜腻腻的吻，他却不着痕迹地别过头，笑着说：都老夫老妻了，好一个3针9裂的渣男。发现季军跟梁欣欣在一起后，我决定重回公司。见到我出现在部门里，季军脸色不可谓不震惊。我漫不经心地欣赏着他脸上宾采纷呈的神态。他缓了一会儿才问我：珍珍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贴到他身边，略显埋怨地撒娇：还不是你1年365天，有366天都不着家，人家一个人在家无聊吗？就让爸把我调回来了。毕业后，季军和我一同进了我家的公司，我爸有意磨练我，方便以后继承家业。季军却说他心疼我忙得日夜颠倒，家里有他一个顶梁柱就够了。从前我爱他，竟傻到看不出他的狼子野心，以至于如今他在公司里的话语权已然很有分量。老公，你整日连轴转，这样下去身体可吃不消。我在爸那儿给你请了半个月假期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我先斩后奏。此话一出，季军的脸色登时变了。最近公司许多合作的我去谈，他嘴唇死死抿着：珍珍，你这样太任性了，如果耽误了。我伸手堵住他的嘴：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老公，爸能应付过来。哼，我佯装生气，人家还不是因为担心你才这么做的。季军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但仍称不上好看。他僵硬地将我揽在怀里：谢谢你，珍珍。我攀上他的脖颈，轻声细语：安清市这个季节风景正好，那边别墅也空着，你去看看海，放松一下，怎么样？我眼看着季军脸色多云转晴，他眼神亮起来，握着我的手微紧：珍珍，你真好。我心中忍不住笑。我相信这句话是季军发自内心的慨叹，谁让我给他和梁欣欣独处提供了机会呢？至于我要趁季军离开的这个机会，尽可能的将他在公司掌握的权力夺回来。季军果然趁着假期带梁欣欣去了安清市那套别墅。他忘了我马上要过生日了，生日那天反倒是平日里和我最说不上话的柳中天一大早打来了电话：柳珍，既然季军不在家，你来老宅过生日吧，爸给你买了个大蛋糕。我知道柳中天有讨好我的意思，除了毕业后在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，
以及柳中天至今仍每月按时打给我的高额生活费。我和他都算不上是有什么交集，直到不久前，我主动找上他，要求重回公司。柳中天当然高兴，毕竟从前我看不出季军打的什么算盘，不代表他这个混迹商场的老油条看不出。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柳家家产我不接手，只会落在季军手里。他自然不想自己打拼了一辈子的事业交给一个外姓人。我到老宅时，柳中天正坐在餐厅里等着我，身边餐车上一顶大蛋糕，足足有27层。哦对，我27岁了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柳中天突然眼眶微红，颤着手起身给我切蛋糕。你小时候最喜欢过生日，就盼着这一口蛋糕。我打断他，爸，你知道季军为什么不在家休假吗？他顿住了。我笑着说，因为此时此刻他正陪着别的女人。爸，你说他还记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？小时候家里穷，柳中天创业赔了不少钱，但爸爸妈妈从不亏待我，过生日要给我买最好的小蛋糕。那时候一家3口坐在一起，我吹灭蜡烛，许愿和爸爸妈妈一直幸福。后来柳中天赶上时代风口，狠狠吃了一波红利，柳家应了他的名字，就此如日中天。在之后，我常见各种各样的女人跟在他身边。过生日时，我问妈妈，爸爸怎么不回家了？他是不是不记得今天是真真的生日了？妈妈喂我吃蛋糕，笑着哄我上床睡觉，然后自杀在浴室里。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忌日。此后我住到姨母家里，不愿和柳中天再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直到大学毕业，回忆戛然而止。我走到蛋糕跟前，笑着看不再年轻的柳中天，我会处理季军，你只要配合我就够了。伸手抿了一口蛋糕上的奶油，我遗憾道，可惜，我不是那个盼着一家团聚高高兴兴吃蛋糕的小女孩了。天有些晚了，季军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在给我妈扫墓。他的电话第一遍拨过来，我没接，随即第2、第3个电话就响起来。我接通后，那边先是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响起道歉的声音，对不起，真真，我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日子。刚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和季军在一起没多久，偶然间他得知我的生日与我妈的忌日是同一天，一瞬间就红了眼眶。我只用爸爸有了别的女人，妈妈自杀一句话带过，他却紧紧将我搂在怀里，说心疼我的过去。我们一起痛骂这世界上对感情的不忠者和背叛者，发誓永远虔诚地爱着对方。打那以后，季军就坚持不懈地陪我一起来悼念妈妈。算起来10年间，这是我第一次单独来给我妈扫墓。从前她说她一定要来，而且必须得来，只有妈妈看见我有她陪着，才能放心地相信我如今十分幸福。只是今年季军记不得了，当然也许是顾不上。你看，承诺只在说出口的当下算数。我的声音飘落在傍晚的风里，轻轻的，季军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呢？他愧疚地喊我的名字，真真。好了，我轻笑起来。爸说，过几天你休完假，要你去法国出差，给我带一只爱马仕怎么样？季军在电话那头连声应好，我赶最近的一趟航班回去陪你。我说，不用了，季军，你在那边好好休假吧。他迟疑着应下。我要求道，再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，好吗？挂断电话的同时，我的社交软件上推送了梁欣新发的帖子。他的号不久前刚建起来，走的是小资人设，因为长相漂亮且有钱，
已经吸引了几万粉。帖子内容是几张自拍，看背景里深深的天色，应该拍摄于刚刚。有一张照片里，他坐在男人腿上，男人没露脸，一只手举着手机，一只手环在他纤细腰间，白皙腕上戴着白金宝玑，我送的。在我请求季军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时，他正坐在季军腿上，听我和他打电话。我突然就落了泪，从怀疑季军到坐实他出轨，我一直以为自己风轻云淡，胜券在握，其实不是的。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一分不要柳中天的钱。认识季军的时候，就是普通人家的小姑娘，她喜欢我和任何一对普通男女之间的喜欢没有区别。如果非得比较一下，我承认她的爱意更纯粹，也更猛烈。在周围同学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快餐爱情里，他真诚的追求，然后郑重的表白。他在宿舍楼下等我一起上课。4年间，到教室这条路上晨光熹微，我们牵着手，未来如此分明。后来我考研，他保研，我日夜煎熬。他抓着我的手说：“珍珍，再坚持坚持，就要熬出头了，我们就要熬出头了。”考研成绩出来那天，他颤抖着替我查成绩，输错了2次我的身份证号，他忽然就哭了，红着眼追问我要是考不到一起该怎么办。不等我回答，他又骂自己晦气，念叨着说我的珍珍这么厉害，我的珍珍一定可以。我不负众望，和他上岸同一所高校。此后云淡风轻，拍毕业照的时候，大伙都散了，他抱着一捧花和我拍下一张2人合照。他说：“珍珍，我们的过去和未来都看得见了。22岁的他会不会想得到，我们的27岁没有未来了？”结婚时，我曾在妈妈墓前笑着说：“我找到了真爱。”妈妈，你也一定很为我感到幸福吧？如今却要他看着我经历一遍他的痛。我问妈妈，人心为什么变得这样快？就像我不知道我的爸爸为什么突然开始不回家，就像我不知道我和季军10年感情为什么一朝一夕就能化为乌有。也许男人本性如此，也许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人的善变。风轻轻吹过，妈妈也不知道答案。回家后，我发了烧，烧了1天1夜。季军在大晚上匆忙出现在卧室门口，等我开口问他怎么回来了，才想起自己迷迷糊糊间给他拨了电话。他过来探我额头上的温度，随即叹一口气：“珍珍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”我的眼睛有些酸。我想这句话应该我问季军，问他怎么把我们的感情搞成这样。但是算了，事已至此，算了。我拒绝去医院，季军只好找出家里的药喂给我，又亲手煨了一碗清淡小粥，就着他的手喝下药。季军像往常一样往我嘴里塞了一个甜蜜饯，他轻轻笑：“这么乖，从前让你吃药比杀猪都难。”我眼中的泪珠随着他的话滚落下来。他伸手拂去我脸上的泪珠。怎么了？这么大个人，生病还哭鼻子？我摇摇头，吸了吸鼻子，红着眼看他，扯出一个苍白的笑。季军，我只是太想你了。他一怔，后知后觉的，眼里露出一丝慌乱。他也愧疚吗？季军轻轻拍打我的背。我这不是在这儿吗？珍珍，我在这儿呢。我没说什么，只是顺势钻进他怀里，没有感受到抗拒。男人反而伸手紧紧拥住了我。出轨的他，面对生病且毫不知情的妻子，当然愧疚吧，也因此格外温柔。只是他的温柔近来大都给了梁欣欣，实在久违，也实在违和。我在他怀里轻轻蹭了蹭，余光瞥见墙角的监控红光闪烁。季军喂我喝粥，又削水果，
还要隔一段时间就探探我的体温。电话响了，他只看一眼就掐断，专心致志地守在我床边。他殷勤的过分，我竟觉得这一会儿仿佛回到了我们刚恋爱的18岁。可惜我们感情的回春，居然要他出轨做催化剂。季军的手机在我几乎入睡时又响起来，我睡眼朦胧地看着他，怎么不接？他停顿了一下，骚扰电话而已。我静静看着他，脸上露出一抹笑。他无奈地把手机摆到我面前，珍珍，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看。我当然没看。而季军到底是接了电话，铃声第3次响起来的时候，他抱歉地看了我一眼，珍珍，老姜找我有点事，我接一下。老姜是他的兄弟，从大学一块玩，俩人好到共穿一条裤子。他出门接了电话，回来的时候急急忙忙，老姜的车在高速上抛锚了，我得去接他。肯定句。我顺从地做出着急的模样，善解人意地催着他赶快去。他正要走，临出门又想起来我仍然生着病，折返回来。抱歉，我摇头，体贴地表示没事。他轻轻在我额头啄了一下，嘱咐我好好照顾自己。也是难为他，在2座城市之间来回奔波，还要同我惺惺作戏，掩盖他真正的心意。我打开手机，看见半个小时前梁欣欣发的帖子，只有一句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我猜测着究竟是何种惊喜，沉沉睡了过去。早晨醒来，他的动态已经更新。凌晨2点37分，梁欣欣发了一张摸着肚子的照片，身后是正在脱外套的男人模糊的背影，宽肩窄腰，身形修长，定位在安清市别墅区，配文是一家3口，评论里一片恭喜声。梁欣欣怀孕了，我曾天真梦想着养育一个孩子，一个我和季军的孩子。结婚3年，季军一直以事业上升期太忙为由，想等以后安定下来再要孩子。我尊重他的想法，却也常常幻想日后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。我的孩子会出生在健全的家庭里，爸爸妈妈永远相爱，一家3口永远幸福。他过生日时会吃到世界上最美味的小蛋糕，在蜡烛闪烁的光里许下有关美好的心愿。我把我缺失的童年和爱全部给他，如今这个愿望就要破灭了。我看着帖子里梁欣欣轻轻抚摸自己的孕肚，忍不住摸了摸我平坦的小腹。我庆幸我的孩子幸好没有出生，否则他一定像我一样讨厌出轨的爸爸。点开季军的微信聊天框，聊天记录空空。我打字发送：接到老姜了吗？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对面秒回：事情有点麻烦，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，你在家照顾好自己。我识趣的没有多问，回了一个好的，手机那头就没了动静。意料之内，梁欣欣刚把怀孕的消息分享给季军，此时此刻2人必定如胶似漆，浓情蜜意，倒显得我这么问有些不识趣了。我恶趣味地把他半夜发的帖子转给季军，假装惊讶道：这小女生不久前还在学校讲座跟你要联系方式呢，这才半年不到，居然已经怀孕了。她应该还在上学吧？聊天框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我却迟迟没有收到季军回我的消息。季军假期结束，出差法国，但梁欣欣社交软件上的帖子定位仍然是安清市的富豪区。好一个金屋藏娇，用我的金屋藏他的娇。2周后，季军回国，他在行业内的人脉基本已经被我包揽。他不在的短短1个月时间，我在公司混得风生水起，我的目的达到了，屋子也该打扫干净了，万事俱备，
只欠东风，却没想到东风来得这样快，甚至是季军和梁欣欣亲手给我送上门的。季军的飞机从法国飞到安庆市，一落地就去找了梁欣欣，他陪着梁欣欣逛商场，制备了许多母婴用品，小到婴儿用的掏耳勺、指甲刀、摇摇床，大到替梁欣欣找好了月子中心，甚至为他们的孩子挑好了一所10几万1学期的幼儿园。私家侦探将2人照片和行程发给我时，我还不怎么在意，只是自嘲。季军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永远这么热烈，这么全力以赴。曾经对我如此，如今对那个女人也是如此。直到1天后，季军回了家，将那只我要求他买的爱马仕带到我面前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他没发觉我的异常，像任何一个归家的丈夫那样，稀松平常地亲了亲我的额头。珍珍，好久不见。我将那只假包收下，若无其事地在购物袋里翻了翻，翻出一张小票。我攒出一抹笑容，老公，出差辛苦了。他抱住我，为了你打拼吗？不辛苦。我笑笑没说话。隔天，梁欣欣就在社交软件上晒出一只爱马仕 Birkin， 而我那只包正是爱马仕 Birkin 的货。我想季军不至于特意把假包送给我，而把真包给梁欣欣，倒不是我自信他人品没这么恶劣，或尚且对我有感情。毕竟连在卧室里装监控，以向那个女人证明我们夫妻间是清白的这种事，他都能做得出来。我几年前不再抵触花柳中天的钱，一跃成为富2代，从此开始接触奢侈品。到如今，这种包包是真是假，看2眼心中就能有个大概。这一点季军绝对是清楚的。假使他并非故意，包包又到了梁欣欣手里，那么事情的来龙去脉便分明了。我切号在社交软件上发了帖，网友都很热心，各种细节一一对比，最终把这只包鉴定为假。甚至有人专门截图了梁欣欣的帖子发到评论区里，评论道：姐妹，这种才是真的。热评第1的网友更是一语道出真相，小票是真的，但包却是假的。姐妹，你还是多留个心眼吧，真的不知道送给谁了。出门上班时，我背上季军送的包，他开车载我一同去公司，不合时宜地夸道：珍珍，这包很配你。我呵呵笑了2声，没搭话。搬上了一半，我坐在办公室，点开季军的聊天框，给他发消息：老公，你在法国是不是被骗了？埃文说我今天背的包一眼假，我仔细看了看，好像确实有点问题。季军很快回复我：我在专柜买的，小票不是在吗？是不是品控问题？不太像。我接着回复：老公，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被小偷调包了？埃文说前几天还有人碰到了这事呢。季军没有回我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他敲开我办公室的门，脸色有些苍白。季军挤出一个笑容，声音带着歉意：珍珍，不好意思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另买给你。没关系，老公。我失落地叹了口气，但仍做出十分体谅他的姿态，柔声细语：我只想要你陪陪我，好不好？他身体一顿，进而伸手拥住我，十分愧疚。过几天公司清闲点，我带你去旅游，去挪威怎么样？你不是一直想亲眼见证一下峡湾地貌吗？我打断他：我想去安庆市那边住2天，过几天就出发，好吗？季军呼吸微紧，半晌才笑了一下：好。我不知道季军是什么时候联系梁欣欣搬出去的，很显然他搬得太迟了。我联系的保洁公司上门打扫卫生时，梁欣欣正好在家，保洁人员吓了一跳，
毕竟我告知过他别墅内无人居住，负责人员急忙联系我。我淡淡合上刚刚签好的合同，轻轻笑了。报警吧，就说住宅内有人非法侵入。梁欣欣很快被带走调查。与此同时，季军几乎是闯进我的办公室，他在办公桌前刹住脚，惊慌地看着我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倚住办公椅的靠背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看了有一会儿，我才发现这个与我相恋的男人如此陌生。10年了，我像是没有真正认识过他。半晌，我弯了弯嘴角，季军，看来我们的旅行要泡汤了。季军猛然一惊，睁大眼看着我。这是我第2次见梁欣欣，在警局里，不同于上次见面时的她青春靓丽，此时此刻梁欣欣略显狼狈。看到季军出现，她的眼睛一瞬间亮了起来，梨花带泪地扑进季军怀里。周围人脸色奇异，我平静如水。站在身边的律师甚至冷静地拿出手机，飞速拍下这一幕，毕竟这也是证据。随着相机咔嚓一声，季军脸色难看地将怀里娇小的人一点一点推开。梁欣欣带着哭腔喊他：“阿军。”这是从前我常喊季军的昵称，那时候他爱我，所以我娇嗔着说这2个字这辈子只能我来喊。而他欣然应下。季军站在原地直愣愣地看着我，眼睛里情绪翻滚。我看不懂他的神情，是事情暴露的后悔，还是终于解脱的释然？警察了解了情况后，让我们自己协商。我走了2步，不急不缓地将一打照片当众甩到季军脸上。他后退一步，忍着痛硬是没吭声。反倒梁欣欣惊慌地挡在季军跟前，杏眼圆睁怒盯着我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轻描淡写地看着他：“梁小姐，这话是不是应该我问你呢？用着我的男人，住着我的别墅，还要偷走我的包，我觉得好笑。梁小姐，好歹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，怎么这么想不开，偏要当小三？”季军的脸色一点一点变白，梁欣欣却梗着脖子红着脸：“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”我几乎忍不住笑。我扭头看着季军，他立即厉声呵斥梁欣欣：“闭嘴！”梁欣欣怔了一下，愣愣地回头看他，仿佛不敢置信这个将他捧在手心里的男人会如此色厉内荏。季军僵硬地走到我跟前，他伸手想牵我的手，却被我侧身躲过，于是那手尴尬地停留在半空里，也只能垂下去。我静静望着眼前人：“季军，你要怎么处理他？”季军张了张嘴，却没发出任何声音。末了，他垂下眼，声音低如蚊呐：“珍珍，她怀孕了，他到底是爱她？”一句答非所问的话，但答案已如此明显。还好，这正是我想要的，那就离婚。我面上露出笑容：“财产归我，你净身出户。在这之前，你送给梁欣欣的财产，我要全数追回。”梁欣欣陡然拔高了声音，尖叫：“凭什么？”我没理他，只是看着季军，脸色平静的几乎冷漠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同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签。我顿了一下，随即略显嘲讽地补充道：“不同意的话，你知道我有你出轨的证据，也有的是手段。”季军闭上眼，眉宇间的褶皱里阴满了痛苦之色。梁欣欣扑过来，拽住他的袖子，死死摇晃：“阿军，你不能净身出户，我们还有孩子呢，你让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他还要上双语幼儿园呢。”他在梁欣欣的哭声和尖叫里睁开眼望着我：“珍珍，我签。”离婚后，我直接联系人事部把季军开除了。
他的存在与否对公司来说已经无足轻重。根据竞业协议，他甚至在几年内都不能从事相关的工作。当然，与之对应的是，公司给他开了一笔不菲的补贴。季军来公司收拾东西那天，执意要见我一面。我把他请进办公室，看着眼前这个曾和我相伴10年的男人，短短几天，他消瘦了不少，下巴上也露出些许青色胡茬，脸色略显病态。他有些局促地站在我跟前，我合上文件，施施然看着他。季先生，有事请说吧，我的时间很宝贵。他哑然了一瞬，才苍白道：珍珍，你似乎一点也不爱我。我疑心自己听差了，半晌反应过来，才失笑。季先生，什么才叫爱你？一定要我痛哭流涕、毫无自尊地挽留你，才叫爱吗？你别忘了，是你出轨在先。我收了笑容，淡淡看着他。我从前确实爱过你，可我不见。看着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我声音缓和了一些，柔声问：你爱梁欣欣，我便成全你们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他有些出神。对，我爱欣欣，珍珍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爱上别人了。他承认他爱上别人了，倒是坦诚。这一瞬间，我觉得太荒唐，又想，也许他和梁欣欣才是真爱，不然他怎么会为了一个认识半年的女孩，就轻易背弃一段10年的感情呢？不过都不重要了，我笑着祝福。那祝你们长长久久，百年好合。时隔半个月，我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假包后续，破案了。前夫出差带回来的爱马仕被小三狸猫换太子偷偷调包，另外发现小三被他养在隔壁是我名下的别墅里，时常在社交平台上打造豪门娇妻人设圈粉，已离婚，财产全数追回，渣男净身出户。帖子热度很快被顶到热榜上，除了评论爽的网友，还有人扒出了疑似小三的梁欣欣的账号。一时间，梁欣欣被顶到风口浪尖，评论里自称梁欣欣大学同学的网友跳出来，声称他是惯犯，不止当过一个人的小三，更有高中同学火上浇油，抖出他高中时期给老男人做小三，结果被人家老婆发现，被打断了腿，就此转学的故事。尽管我并没有承认梁欣欣就是我帖子中的小三，但他从前各种事迹已经传开了。我再次听到季军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是在本地一起恶劣的社会新闻上，季军捅了梁欣欣一刀，进了局子。听手底下的同事说，梁欣欣很快花光了季军那点补贴，在他身无分文后就踹了他。季军却不同意分手，用孩子当作借口，死缠烂打，苦苦哀求。他不信网络上的传言，只信自己的眼睛。无奈之下，梁欣欣只能如实告诉他，孩子不是他的。季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和他偷情期间，梁欣欣还身兼数职，辗转在几个不同的主顾之间。他老实承认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不过不重要，是谁的都行，只要不是季军这个穷光蛋的，换成任何人都足够他狠狠敲上一笔。从前他愿意和季军好，是因为他不仅有钱，出手还大方。更重要的是，竟然当真傻傻的爱他。他只需要3言2语，略施小计，就能把季军哄得找不着北，轻易背弃10年的感情。只是他没料到，我和季军的婚姻破裂得如此迅速，季军甚至1分钱都没拿到，而他收的那些礼物也被一一要回去。那这么多天他付出的时间、精力和身体都算什么？用梁欣欣自己的话来说，惨过做鸡。说实话，
其他主顾多少知道梁欣欣的为人，也知道她辗转游离，不会轻易被绑在谁的身边，他们都不介意，所以他想当然的以为季军也不介意。可是季军说爱他，然后捅了他一刀。后来梁欣欣在医院醒过来，大骂季军，他哪里是爱他，只是恨他搞没了他的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把他变得一无所有，又轻易弃他而去。而我听埃文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刚好和海外的某公司签下一个大单。埃文说恶人自有恶人磨，真是痛快。我只是笑笑，有些人有些事已经和我无关了。山脚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因为我站得越来越高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